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于周一在意大利罗马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这也是两人时隔5个多月后今年首次会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这次会晤的重点是落实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视频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从去年底开始联系此事，一直就会晤保持沟通，并根据双方日程确定了会晤时间。双方将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尤其是在当下我们知道这个地缘政治事件正在突发的这种情况之下，中美两国更有必要坐下来去就一系列的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会晤应该说既是过去这个一段时间以来两国高层交往机制的一种延续，同时也是对新晋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全球事态发展的一种回应。去年11月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两国元首都认为，此次会晤是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有利于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增加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向中美两国和世界发出了强有力信号。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造福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那么我们看到去年11月份两国元首的视频会晤，应该说是为新时期或者是新阶段中美关系定了一个很好的基调。这个基调就是两国可以就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两国所关心的共同话题来进行深入的、坦诚的交往。所以说这一次的交往实际上就是沿着如何进一步的落实两国元首11月份视频会晤所达成的共识这条路走下去的。杨洁篪与沙利文的此次会晤是继去年10月6号在瑞士苏黎世会晤后，今年首次会面。苏黎世和罗马位于中美两国的中间点，客机航程均为约9小时。中国外交部在两人苏黎世会晤后发布消息称，会晤是建设性的，有益于增进相互了解。当时杨洁篪指出，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事关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攸关世界前途命运。美方应深刻认识两国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正确认识中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外界注意到，就在罗马会晤前夕，沙利文在白宫记者会上放话称，如果中国帮助俄方抵消西方制裁，那么美国将会让中国承担后果。对此，在外交部周一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始终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表明主张。在乌克兰问题上，任何抹杀中方努力、歪曲中方意图、造谣抹黑中国的虚假信息，目的都是转嫁矛盾、挑动对抗、借机渔利，这既不负责，也不道德。赵立坚再次强调，制裁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中方反对美方任何形式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将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今年恰逢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50周年，然而50年间风云变幻，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全方位增强，美国也已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跌入50年来的最低点。去年，拜登政府甚至宣布，由尼克松访华所开启的对华接触时代似已终结，两国正进入激烈竞争的时期。不过，中美经贸增长势头强劲，去年中美贸易额超7500亿，比上年增长近30%，这充分说明了两国合作前景一片大好，且具有一定潜力。与此同时，在当前环境下，还有不少全球性的挑战需要两国展开合作，共同面对。中美两国关系融洽，对两国人民来说，乃至于世界都是有益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际社会才高度关注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会否在未来出现变化。
有分析指出，展望未来，中美两国应该就和平共存达成一致，用相互尊重的态度共处，用合作代替竞争。只有这样，中美两国的关系才能重新回到健康且稳定的道路上。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杨洁篪与沙利文周一在罗马会晤，那么对于这一次中美高层面对面会晤，您有什么样的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一次呢在重要时点进行的特别的会晤。那么中美同时在周日已经进行了官宣。那么这也是自拜登执政团队去年初入主白宫以来杨洁篪和沙利文在短短1年内进行的第3度的线下会晤。那么照例间他的问答呢主要包括2点核心信息。其一，会晤准备已久，去年底呢就开始联系了，历时3个月。那么足见中美双方都很重视，也都相当投入。那么其二是谈什么呢？照例间说要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也就是说呢，要谈双边、地区、多边各层面的议题。那么这实际上也诠释了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它的丰富内涵和面向。那么至于说中方的核心关切，那么尤其联系近来美方一再玩火操弄台海议题，包括加大对台军售力度，美舰频频穿越台海，推高对台交往的频次与等级等等。那么相信中方会再度坚定重申立场。之前呢，杨洁篪在与布林肯首次通话时呢，就已经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今天杨洁篪一定会在会晤沙利文时再度强调双边关系这一红线所在。美方声明似乎更具体，声称会晤将重点商讨俄乌战事对地区及全球安全的影响。您对此是如何看呢？沙利文周日在美国多个电视新闻节目中喊话，威胁中方如果帮助俄方规避经济制裁，将面临后果。这一姿态又意味着什么呢？在重要会晤前放风造势造舆论，正在成为美方所谓对华强势竞争策略的一部分，试图呢以先声夺人的方式来制造压力，来争取令到中方做出让步。美方在安克雷奇就是这么干的。在高层对话前夕，美方呢通过了对中国内地以及香港相关官员的所谓制裁。沙利文周日上多家美国的电视新闻栏目发出所谓的强硬警告，包括美方的匿名官员以媒体吹风爆料的方式来炒作俄罗斯要求中方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云，都是呢同样的一个施压路数。中国在安克雷奇不吃这一套，那么在罗马当然也不吃这一套。中国副外长谢锋去年呢在天津见副国务卿舍曼时，曾经当面质疑，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单方面受益，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美国匿名官员他的所谓涉华爆料，主要呢是2个层面。一呢是所谓的要求军援，那么这纯属天方夜谭。俄方固然呢在乌克兰的地面战事未如预期，甚至呢对乌克兰在美西方的强力援助之下展开的顽强抵抗估计不足，但是呢俄罗斯毕竟它是老牌的军事大国，对乌克兰的军力也保有压倒性的这种优势。那么所谓要求外部军援的这个说法根本是经不住推敲的。那么炒作所谓经济援助，这呢和美西方对俄罗斯正在进行的史上最严厉全面制裁是息息相关的，也是美方当下的一个最大关切。一句话，美方呢现在最担心对俄罗斯的制裁被破了功。那么说到对俄制裁，这是不是当下俄乌局势的当务之急呢？甚至对俄制裁本身它的国际合法性是不是存在呢？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授权行动吗？这些回答都是否定的。在制裁问题上，大国总理上周在记者会上回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就已经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等等影响已经很艰难了，有关制裁会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冲击，对各方都不利。所以中方的立场很明确。同时呢，我认为沙利文拿制裁说事，警告所谓严重后果，他的潜台词尤其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那在您看来，沙利文所谓制裁警告的潜台词是什么？这又意味着什么？俄乌冲突的背后当然是大国冲突，是俄美博弈。针对这场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大陆上演的最激烈的军事冲突，《纽约时报》前2天有个提法叫 Economic Endurance Contest， 是所谓的经济拉锯战。
美报称之为俄罗斯和西方的另一场竞赛。那么这当然是美国媒体的一个视角，但是呢，必须要指出，在俄乌冲突持续上演的同时啊，另一个战场的战事同样是惊心动魄，甚至呢后果与影响它更加惨烈，因为啊牵涉到更多人的切身利益。这就是美西方正在全面围猎俄罗斯的极限经济战、极限金融战、极限能源战。那么战事惨烈到什么程度呢？俄罗斯一家主要的商业银行在伦敦证交所挂牌交易，股价跌幅可以高达99%，跌到连渣都不剩。那么这家银行它的基本面发生颠覆性变化了吗？俄罗斯证交所在战事打响之后出现股价系统性的暴跌，被迫停止交易，直到现在也不能复盘。那么此前超过6000亿美元的雄厚的外汇储备被认为是俄罗斯的战争家底，但是呢，俄罗斯财长希罗安洛夫昨天在接受本国电视台采访时就公开承认，俄罗斯已经有一半的黄金和外汇储备遭到西方的冻结。那么这当然严重制约了俄罗斯的经济腾挪空间。我们也不妨梳理一下美西方自俄乌战事打响以来采取了哪些的极限手段。那么从限制所谓 SWIFT 交易清算系统，到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冻结俄外储与黄金，封堵俄罗斯能源交易，乃至最近啊，美国又有议员鼓吹要封杀俄罗斯对外贸易等等等等，哪一个杀招不是核弹级的攻击呢？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俄乌冲突啊，它可能会平息止战，但是呢，美西方对俄罗斯经济战、金融战、能源战，未来呢更大概率是长期化、显性化。CNN 的主播扎卡里亚，他是美国知名的战略学者，他在《华盛顿邮报》的最新专栏文章中分析，俄乌冲突很可能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那么过去30年视增长为第一动力的全球化时代画上句号。那么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都要把安全、把供应链的自我存续放到更重要的一个位置。过度依赖外资，过度强调效率与外部市场，都是极度危险的。那么这当然不只是在警示俄罗斯，我想这样的警示对所有国家都同样成立。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乌第4轮谈判周一以视频方式举行。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乌代表团在谈判中的任务是实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俄罗斯方面没有否认这样的可能性，但强调在两国领导人会面前，需要弄清楚双方应在会面时讨论什么议题，以及会面可以带来什么结果。与此同时，当地时间周日，乌克兰利沃夫州官员表示，俄军当日清晨对该州一大型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据了解，该基地靠近北约成员国波兰的边境，北约人员曾在那里培训乌克兰军队。俄乌谈判乌方代表团成员阿拉哈米亚表示，第4轮俄乌谈判在基辅时间3月14号10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周一下午4点30分，以视频方式举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当天表示，在本轮谈判中，双方重点讨论安全保障和俄罗斯撤军的问题。据央视新闻报道，俄乌谈判乌方代表团成员波多利亚克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乌俄双方在第4轮谈判中均积极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双方仍在沟通中。他同时指出，谈判存在难度，导致双方分歧的是乌俄政治体制的差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周一援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话称，乌俄谈判乌方代表团在第4轮谈判中的任务是就其本人与普京的会面达成一致，同时获得俄方的有效保证，但并未透露这一保证的具体内容。对此，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说，没有人排除普京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但此前需要弄清楚双方应在会面时讨论什么议题，以及会面可能带来什么结果。俄乌代表此前已在白俄罗斯一共进行了3轮谈判，经过这几轮谈判，双方虽未有实质性成果，但也时有积极信号传出。就是这个实质性进展并不一定指的是达成那种停火协议，或者说最终的这个一揽子解决。所以哪怕是在很小的、很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达成一点这个共识，其实也算是实质性进展。俄乌冲突升级以来，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乌克兰还从外国招募雇佣兵。据报道，首批雇佣兵主要来自美国、墨西哥、瑞典和印度等国。乌方公布有约2万人申请加入外国军团，其中约3000人来自美国。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首相约翰逊曾警告国民不要去乌克兰当雇佣兵，因为这不符合英国有关于国际冲突和如何正确行事的法律。除了雇佣兵，美国和北约还向乌克兰大量运送武器，其中作为入境点的运输枢纽就在乌克兰西部边境城市利沃夫。俄罗斯周六警告，可能把西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车队作为打击目标。俄罗斯2月24号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前几周，乌克兰军队曾在亚沃里夫军事基地接受训练。据乌克兰媒体报道，2月中旬，基地内所有外国军事训练人员撤出，但留下一些装备。不过，路透社援引一名北约官员的话说，目前乌克兰境内没有北约人员。美联社的报道称，位于亚沃里夫的这个训练基地成为俄乌争端迄今为止受到攻击的位置最西的目标。这个基地还举行过北约的军事演习，因此美联社认为这个地方成为俄罗斯长久以来抱怨的象征，因为在这里由30个国家组成的北约正在步步逼近俄罗斯边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向全国发表视频讲话时说，他早前已就亚沃里夫军事基地面临的危险提醒西方国家领导人。他再次要求北约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但北约和美国此前多次拒绝设立禁飞区，因为这将导致北约和俄军直接交火。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警告，俄方任何对北约成员国领土的攻击都可能触发北约的全面回应。当地时间周日，英国首相约翰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就俄乌局势交换了意见。约翰逊表示，英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但外界注意到，英方表示下周将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国家领导人磋商，话题除了乌克兰局势，还有能源安全议题。与此同时，美国务卿布林肯当天也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周日，中国红十字会向乌克兰送出的第2批人道物资运抵乌克兰西部边境城市乔普，包括食品、睡袋、防潮垫等。当地红十字会已接收该批物资，会派发给无家可归的民众。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向乌克兰红十字会援助的第3批人道主义物资已于当天搭乘航班从北京起运。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局势紧张之际，当地时间周一，北约年度最大规模军演“寒冷反应2022”在挪威开始举行。来自27个国家的共3万名士兵参加此次演习。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空母舰也将参加此次军演，这是该舰首次前往北极地区参加军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日出席其上台后的首次自民党党代会，表示有意推动自民党提出的4项修宪内容获得通过，包括将自卫队纳入宪法第9条，意味着日本在2战后从未修改的和平宪法或将做出首次改动，引发国际舆论哗然。为什么说岸田强推修宪是碰瓷乌克兰？日本的和平宪法如今改动，将给地区安全态势带来哪些风险？来看个报道。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岸田文雄周日出席在东京都举行的第89届自民党代表大会，在长约18分钟的讲话中，岸田表示愿意实现该党的4项宪法改革建议，包括将自卫隊納入宪法第9条。我が党が示す4項目はいずれも今こそ取り組ま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課題です。我々一人一人が国民の皆さんとしっかりと対話をし、憲法改正という当是を成し遂げよ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现行日本国宪法于2战后的1947年实施，其中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成这一目的，日本不准拥有海陆空3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国宪法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事实上，自颁行和平宪法以来，日本内部就不断有人试图推动修宪，一些政治人物将修宪作为政纲。在2007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率先为推动修宪迈出第一步。当时的参议院投票通过规定修改宪法程序的国民投票法。5年后，安倍再提修宪，不过直到2020年，他辞去首相一职，也没能完成这一目标。随后，安倍的继任者菅义伟也表示有意修宪。根据日本宪法，修宪必须由2/3以上参众两院国会议员发起议案，必须举行全民公决，并获得半数以上国民的支持。
2021年众议院选举后，自民党、公民党等支持修宪的政党获334个席位，占众议院465个席位的71.8%。因此，想要修宪，岸田内阁只需在今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超过2/3的席位，即164席以上，就可以推动议员发起修宪议案。而目前支持修宪的政党在参议院合共只有157席，最少要多争取7席才符合最低门槛。除了政党层面，从日本国内的民意来看，目前尚未形成修宪的普遍共识。日本 NHK 电视台去年4月发布的民调显示，仅30%日本国民认为有必要修宪，而认为要修改宪法第9条的人更少，只有28%。但日本政坛修宪时机已到的论调，隔3差5就会出来。去年10月，自民党将修宪写入政纲。去年底，前外相、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又称修宪时机成熟，被日本网友批评愚蠢。尽管日本民众对于修宪普遍持反对意见，在日本政坛素有鸽派人设的岸田，却也从竞选首相时开始多次鼓吹推动修宪。去年下半年，自民党将修宪推进本部改称修宪实现本部。12月，岸田罕见出席了这一党内组织的会议。当时他提出修宪的路线图是将国会讨论和国民理解作为2个车轮，以推进修宪。观察指出，岸田这次又高调提修宪，是想碰瓷乌克兰局势。外界注意到，自乌克兰发生军事冲突以来，岸田文雄针对俄罗斯的表态愈发强硬，不仅坚定地站在盟友美国一侧，对俄罗斯采取严厉制裁，还在谈及与俄罗斯存在领土纠纷的北方四岛时，强调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明确放弃了安倍晋三时期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谨慎态度。岸田内阁不少成员也以安全环境发生变化为由，一改往日较为低调的姿态，多次在与修宪相关的事务上制造声势，放风探路。俄乌局势爆发之后，促使美、欧、日这些国家都重新回归并重视传统安全和防务问题。德国已经表示拨出1000亿欧元专款，用于提升军备，整体防卫预算突破GDP 2%，这也刺激着日本蠢蠢欲动。另外，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此前就借岸田内阁有人讨论主动对敌基地攻击的时机，要求就是否放弃日本的无核3原则展开讨论，主张在有突发事件时破例允许引进核武器，采取核共享政策。对于高市这番言论，岸田上周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应称，关于所谓在日本领土内部署共同运用美国核武器的核共享政策，日本政府无意进行探讨，但各政党和社会各界都可以讨论。值得警惕的是，无论是主动攻击敌方基地还是核共享，实际上都已突破了日本现行宪法第9条的约束。核共享更是北约保护非核成员国的政策，而日本并非北约成员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日方谨言慎行，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近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连续出现违背本国无核3原则的危险声音，不得不让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能否走和平发展道路产生强烈质疑。中方一贯认为，日本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应切实履行核不扩散国际义务。中方也一向反对核武器国家在他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长期研究日本的学者陈翔指出，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种种动向都值得警惕。连续3任首相力推日本修宪，和平宪法一旦改动，所带来的风险将使自2战以来的国际秩序遭受重大挑战，导致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也大大增加。在修改宪法之后，日本会试图加入北约，因为当前日本国内一直强调在东亚和印太地区没有一个像北约一样的军事组织存在。日本现在最为可行的一个做法，就是通过这个修宪，为北约将来打通这个干涉、介入朝核问题、东海问题以及台海问题，甚至南海问题这么一个通道。第二个的话，修宪之后，日本所强调的这个主动对敌攻击能力和这个核共享。也将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那么就会对整个亚洲国家形成重大的这个核威慑。
那么就会挑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日趋复杂化和不稳定化。陈翔向深圳卫视分析指出，日本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上蹿下跳，背地里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在目前俄乌局势下，美国在短期内需要日本在美日同盟当中承担更多军事同盟责任。拜登政府如果以投机主义的态度视之，不仅是否定自己的反法西斯历史，也将为所谓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埋下一颗定时炸弹。这其中的限度就是日本的修宪不能危及到美国控制日本，以及在此前提下面服务美国全球战略。当前日本自民党内日本就修什么如何修其实都没有达成一致情况下面，美国会推动日本去修。一旦日本拿出一个方案来以后，美国会对其做出更加具体的一个评估。那么那个时候只要触及美国国家利益，以及说在修宪会反噬到美国的情况下面，那么美国肯定会出手教训日本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自民党大会上严厉谴责俄罗斯一事，您是如何看？确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面对俄乌冲突的时候，日方的表现可谓是异常的生猛。先是跟在美国后面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接着又主动向俄罗斯校正，声称北方四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领土，而现在又在自民党大会上对俄罗斯火力全开。我认为日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趁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战场上无暇东顾的时候，一举夺回北方四岛的控制权，因为俄罗斯手上毕竟还有核子武器，不仅美国和北约怕，日本更怕。岸田政府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了配合北约和乌克兰，通过主动挑起北方四岛冲突的方式，把俄罗斯的军事力量牵制在远东地区，以防止普京把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进一步调往乌克兰，给乌克兰造成过大的军事压力。也就是说，日本仅仅是在奉命牵制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除此之外，日本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战略上的目的，那就是把俄乌冲突的发生当成是日本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机会。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在形势的逼迫之下，不仅北约从过去的脑死亡状态下被激活了，而且过去的中立国瑞士也改变了原来的中立态度，参与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而跟日本同样是二战发起国与战败国的德国，这不仅一改过往的态度，向乌克兰运送了大量进攻性武器，而且宣布要扩军备战。这就让日本感觉到自己的机会也来了，所以他要主动向俄罗斯叫板，主动引火烧身。此外，岸田文雄还督促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以重建国际秩序。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很显然，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听得出来，岸田所谓改革联合国安理会，这背后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要实现日本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却未能实现的入常目标。在这件事情上，岸田的表现可谓是异常的积极。2016年，他在当日本外相的时候，为了实现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就在日本外务省成立了一个联合国安理会战略总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让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以及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负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5大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是永久性的，并且没有相应的退出与轮换机制。岸田文雄先是抨击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没有尽到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反而是侵犯了他国主权，进攻了乌克兰。后又说要重建国际秩序，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我认为这背后实际上是透露出了日方的真正野心，也就是他们想要重新改革，甚至是推翻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把俄罗斯排挤出联合国安理会。
无独有偶，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美国和英国也先后表态，说把俄罗斯挤出联合国安理会也是选项之一。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以美日英为首的一些国家正在试图蠢蠢欲动，让日本取代俄罗斯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平衡中国与俄罗斯过去在安理会的力量。那对于首相安田文雄还准备利用俄乌冲突的机会来推动日本的修宪工作，您又是如何分析？众所周知，现行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实施。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是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成这一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国宪法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这个和平宪法也就成为了二战后套在日本头上的紧箍咒，并成为了日本右翼政客，尤其是自民党政客想要除之而后快的东西。前首相安倍修改和平宪法计划4大目标中的第一个，就是要把日本拥有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也就是要公然修改宪法第9条。2012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第2次执政前夕就提出过要修宪，不过一直到2020年，他辞去首相一职，也没有完成这一目标。2020年9月，安倍的继任者菅义伟在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也表示有意修宪。而无论是安倍还是菅义伟，最终之所以壮志未酬，这背后的症结并不是卡在美国身上。近年来，美国已经多次放话，表示同意甚至是纵容日本修宪，也主要不是卡在日本国会手上。这几年来，自民党及其盟友新公民党是有能力在国会通过修宪议案的，它主要还是卡在了日本民意这一关上。根据相关民调，日本的主流民意并不赞成修改和平宪法，或者至少是对此不感兴趣。现在岸田之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它提出来，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当前的俄乌冲突是调动日本民众的危机意识，从而推动修宪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假如日本最终因为俄乌冲突修宪成功，那也就意味着这场俄乌冲突不仅改变了欧洲秩序，而且意外地冲击到了亚太秩序，以及现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2战后的世界秩序。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5.5%左右的经济增速目标，国际社会如何看？深圳卫视视频专访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彼得·凯尼格。直播港澳台稍后继续。欢迎回来。2022年全国两会虽然落幕，但受到外界持续关注。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别策划《外眼看两会》，本期带来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人大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彼得·凯尼格的专访。他表示，中国的两会是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如何富有前瞻性的治理国家的窗口。中国政府定下的经济增长目标符合全球对中国作为经济引擎的预期。深圳卫视注意到，凯尼格在采访中多次提到“一带一路”倡议。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无限动力，其精神内核也为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增色添彩。You mention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further open up, and actuall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part of that. So in your opinion, how will China promote further opening up after the 2 sessions this year, and what does it mean to the global economy? The Belt and Road, which I just mentioned before, this huge worldwid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cheme has an almost unlimited potential for an exponential expansion
there is a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globalization Western style, where the onus is put on global control by a small group of ultra-rich oligarch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sense of international transcontinental cooperation, always respecting national and cultural sovereignties. China's opening up may lead the way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nner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instrument for it may well be the Belt and Road. 近年来，某些国家大搞逆全球化，动辄长臂管辖，对他国实施制裁，严重损害全球公平无歧视的营商环境。凯尼格十分关注中国的全国人大致力于打造自己的法律工具的篮子。他认为，反外国制裁法、国家安全法等法律实施生效，是中国加快完善国内法体系以保障自身的国家利益，更是为了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有效措施，也为其他饱受非法单边制裁、领土主权被侵犯的国家树立了榜样。What reform measures did you see from the two sessions this year? China plans to formulate in 2022 new and revised laws. This initiative aims at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other words, it aims at introducing a tariff and legal system adapted to the Chinese socialist market, or a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socialist characteristics. On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China's NPC's standing committee envisages preparing legal tools for confli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be ready to use legal means to stand up for the country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is refers particularly to imposed boycotts on economic sanctions. I think this is an excellent tool and has to be shown to the world. Amid a complicated global situation, China plans to develop a more complete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foreign affairs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s well as national economic interests. 香港发生第5波新冠疫情以来，人手不足是抗疫面临的一大难题。周一下午，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由广东省组派的内地援港医疗队经深圳湾口岸赴港开展工作。深圳卫视多路记者从深圳湾口岸深港两侧发回报道。这里是深圳湾口岸，也是最新一批医疗队赶赴香港前在内地的最后一站。本次医疗队共计75人。其中包括深圳派出的首批2名高级医生、3名资深护士，他们不仅医术精湛、经验丰富，熟练掌握普通话、粤语、英语，同时对于香港的医疗制度、救助方式较为熟悉。这些优势将有助于他们抵港后快速了解情况，开展工作。本次内地援港医疗队包括36名医生和39名护士，队员分别来自广州、深圳、佛山、珠海4市的14家3甲公立医院，从事呼吸内科、肾内科、心血管内科等与老年患者救治密切相关的科室，其中还包括6名感控专家以及4名中医师。内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专班检测与医疗组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李大川到现场为援港医疗队送行。他们到香港之后呢，会到香港亚博馆的社区治疗设施开展医疗护理活动。香港的亚博馆呢，收治的都是老年人为主，而且很多呢合并有基础疾病，是重症和危重症的高危人群。这些医疗队员到港之后呢，将尽快的熟悉工作，努力的来减少重症、减少病亡。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医务科科长、主任医师于涛担任本次医疗队的领队。据悉，于涛长期从事急诊科和医务科相关工作。他表示，将运用自身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以高度责任感完成本次援港任务。我们每位队员心情都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们也希望来讲的话呢，有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呢是回馈我们香港同胞抗疫之初对我们内地的一个支持。那么也希望来讲，我们这一次通过努力，能够帮助香港尽快的去控制疫情。
这批工作队的75名成员都是各家医院的临床一线骨干，大多参与过广东、湖北等多地疫情防控工作。主要是针对一些轻症的一个阳性患者，那么有可能会是一些轻症的老人，像我们呼吸科平常就会接触很多这种老年患者，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挥我们的作用。希望这个能够更好的看到香港跟深圳都有春暖花开早日到来的时候。周一下午17时30分左右，本批内地援港医疗队抵达香港。我现在在香港深圳湾口岸，那我在现场注意到呢，5点24分，工作人员是推着一批防疫物资先行抵达。那随后呢，本次医疗队的领队于涛是率领着长长的队伍依次走出来。那其中呢，不少队员是推着2个大大的行李箱，可想他们是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那香港这边呢，医管局主席范鸿龄等官员到场迎接。那医疗队走出大厅之后呢，中旅社的工作人员指引他们迅速的上了大巴。那据了解呢，医疗队即将前往香港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参与医疗护理工作。那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收治的患者呢，多以老年人为主，且多数呢合并有基础疾病，是重症和危重症的高危人员。那医疗队到港之后呢，将迅速展开工作，努力减少重症和病亡。据了解呢，本周还将有300名来自内地的医疗队抵港支援。此前由广东组建的16人内地援港医疗队已前往香港，对接特区政府需求，提前准备工作场地，了解当地医疗管理制度，熟悉医疗工作模式，为后续医疗队员陆续入港协助做好了充分准备。